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类似的活人感拍照玩法？要是只看拍照过程，还以为是他们卡掉帧了。但不得不说，成片确实惊艳，这比固定摆 pose 说 cheese 鲜活多了。然而说到鲜活生命力，还得是 Live 图，能复现按下快门前后动态和声音的活照片。每一张 Live 图就像是迷你电影，是那种能让回忆动起来的魔法。这也早已不再是 iPhone 用户的特权，如今安卓手机更有发言权。这是暑假和毕业季，我找来了荣耀400、vivo S30、iPhone 16和 OPPO Reno 14，它们的硬件规格和影像素质都高度重合，比的就是谁在细节更用心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体验。我们首先简单看一下这4款机型的外观。iPhone 16系列上市快1年了，外观依旧耐看，铝合金中框搭配微喷砂工艺，整机的质感没得说。荣耀400搭载一块6.55英寸 OLED 直屏，雾面金属中框，超窄边框配合精心调教的屏幕 R 角，视觉上颇有 iPhone 的神韵。vivo S30 主打的就是时尚、质感、轻薄。6.67英寸屏幕在这4款里是最大的，但机身重量只有192克，控制的还算不错。AG 玻璃背盖，视觉上清爽干净，摸起来丝滑微凉，高级感满满。OPPO Reno 14标志性一体式冷雕玻璃加质感金属中框，整体质感看起来比 iPhone 还要 iPhone。这次我拿到的 Reno 14日月光版本，采用了双向温感变色工艺，遇冷变橙，遇热变银，同时耐高温极寒，支持 IP69满级防水，具有超强的耐用性。再来看看4款手机 Live 图用起来怎么样。首先是 Live 图鼻祖 iPhone 16默认就把这个选项给打开了，新机到手就能拍。另外3台都得手动开启，可见苹果当年一定很骄傲能推出这个功能吧。实况最实用的一点就是不需要过多设置，只要随手一拍，就能同时保存下一张静态和一张动态且带声音的图片。使用门槛超级低，所以这也是以往 iPhone 用户爱用 Live 图的原因。点开相册，长按图片就能播放 Live 图。这时候，如果当图片动起来，但画质很拉垮，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，我们会经历从平静到惊喜，再到失落的过程。所以，要让大家喜欢上 Live 图，画质同样不能差。我们还是先从 iPhone 16讲起，静态和动态图观感基本一致，清晰度和色彩都没太大差距。不过静态图加上 HDR 效果，高光细节还原度更好。Reno 14的 Live 图给了我同样的观感，甚至更胜一内内。在3.5倍黄金焦段甚至更高倍率下，Reno 14的 Live 图依然保持了非常高的清晰度，人物的动态细节、云朵的层次感都保留得相当完整，这得益于它的硬件优势和算法优化。vivo 和荣耀在主摄和超广角端的表现也不错，静动画质保持一致，细节也是清晰可见。这2部里我更喜欢 S30多一些，镜头的表现更有张力，人像有美感，但长焦段防抖做得不太好，长按播放实况能看到明显的抖动和果冻效应，在抬手就拍和一些边走边拍的情况下，很可能需要多试几次才能拍到满意的效果。值得一提的是 Reno 14重选封面后，画质与初始封面略有下降，大概是从90分跌到80分的程度，但其他3款重选封面帧之后，画质下降略有明显。此外，最新 ColorOS 15系统还加入了 4K HDR 视频转 Live 图的功能，比隔壁 vivo 多了个 HDR 效果。用 Reno 14去拍一直很火的希区柯克效果非常丝滑。这要是做成 Live 图发小红书，一定很多人来问教程，我现在就去发。vivo 专门给了个拍实况图的界面，那玩法部分我就先从 vivo 开始讲起。在这个专属界面里，我可以调节美颜的细分选项，可以加上特效相框，可以添加风格滤镜，这很不错。不过一旦按下快门后，在相册可供后期的就只有重选封面了。OPPO 则更进一步，超亮智能闪光灯的爆闪效果尤为突出，配上 NC、CC、NH 3种胶片效果，拍出来很有立体感，胶片氛围感十足。还有一点值得提 ，Reno 14是这几款手机里唯一支持封面帧编辑 Local HDR 的，同时支持分享到某红书链路 HDR Live 发布。荣耀和 iPhone 则比较原生态 ，Live 图的后期玩法并不多。不过荣耀和 vivo 都默契了加入了本地相册动态拼图，可以双拼也可以3拼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用剪辑软件也能做啦。最后总结环节，看到这儿，相信大家心里都有答案了，我就简单概括一下。
iPhone 16的 Live Photo 基础体验感还不错，如果你不是 Live 图重度玩家，应该来说够用。荣耀400和 vivo S30在各自擅长的人像和色彩上表现不错 ，Live 图功能也基本够用。但如果你是一个重度的追求创意的玩家，那可能需要一些外部软件支持。再看看 OPPO Reno14，不仅在 Live 玩法上做到了人无我有，更是在长焦实况、4K 视频转换、闪光拍摄这些基础体验上做到了人有我优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，我是魔芋喵77，下期视频很快再见，拜拜。